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贺老师，也是某些人讨厌的小贺。OK，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室内装修管理办法里面的建筑师们。我知道这部影片发出去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建筑师来攻击我啊。那没办法，因为我教书这几年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林理事长，谢建筑师，还有其他我认识的建筑师们，不好意思哦，这个我是对事不对人呐，好不好 ？OK 哦，那你如果要跟着攻击我，那也欢迎。OK， 好，那我们就讲一下哈，上星期六我在 YouTube 发了一支影片，星光三月的厂商为什么不办室内装修？那我只是觉得，他为什么不办室内装修？就很麻烦啊，太麻烦了。然后他们那个营业额那么高哦，然后一个室内装修办下来可能要1个月哦，那个费用又那么高哦，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便宜行事，对啊，就这样嘛哦。我不是说他们违法是对的哦，我没有说他们违法是对的 ，OK 哦，但违法在先，他们是错的。可是我在探讨它的原因，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影片的连结我会放在这支影片的下面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完整的始末。其实我只是要抒发制度的不合理性 ，OK？ 那种办一个室内装修要好多很繁复的东西哦，那各种批评蜂拥而至啊。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很小的频道哈，我的频道大概7000多个订阅。那平常我是在教室内设计的。现在就是自己有一个网站，然后再教室内设计证照啦，然后室内设计基础啦，SketchUp 等等这些东西，很小的频道那我没有想到那支影片可以获得这么大的回响3天突破6万观看都是批评比较多而且我猜大部分批评的都是建筑师。然后建筑师说什么？说我在蹭流量啦，我当然蹭流量，难道我蹭饭吗？然后说我是错的，说我的观点是错的，说我的价值观有问题，说我的论述能力有问题，说我这样会带坏年轻学子。拜托，我学生就那么多，我能够带坏年轻学子，我没那么伟大，好不好 ？OK， 说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都错的，你干脆说我头脑有问题好了，好不好 ？OK， 阿贵，我跟你讲你小我10岁，我把你当朋友，结果你在讲话，我觉得你都把我当成你的晚辈还说我应该去考建筑师。我跟你讲，我现在赚的比建筑师还多，好不好？我看你应该去把硕士念完。你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在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 P 值，P 值那个叫误差值就是你再怎么严谨的研究，都会有一些东西是例外的你不能说谁是错的，好不好 ？OK 反正我已经把你封锁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讲下去了你没有把我当成朋友，那我们就到这里吧 ，OK？ 对了。还有人说我长得很讨人厌，我觉得你现在是在人身攻击吗？他后来这样删掉，我后来找不到。来，很讨人厌这件事情，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这个脸是我爸妈生出来给我的我今年57年次57岁，长这样还可以吧？如果你觉得我很讨人厌，拜托把你的相片也弄出来，我们看谁比较讨人厌，好不好？然后这些建筑师最常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好好笑最常讲的一句话，每一个建筑师在上面啪啪啪，你会带坏社会风气，然后会带坏学子，然后最后讲了一句就是你这种行为不可取，你的言论不可取，啪啪啪不可取。我大概算了一下，里面大概有10几个不可取我在想，考建筑师的那个学分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学分叫不可取？还蛮好笑的，说实在，我觉得好笑了，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好笑OK， 然后还有一个罗建筑师罗建筑师就跟我批评了一大堆然后说什么你们室内设计师根本不懂建筑，根本不懂消防，根本不懂结构。我想
结构不是结构技师的事情吗？消防不是消防技师的事情吗？关你什么事 ？OK， 而且他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偏偏一些想从事这行的人来考试赚得爽爽的也不赖。OK， 你这个涉及人身攻击了哦，你这个已经污蔑到我的名誉了，好不好 ？OK， 然后更好笑的是，我在前面讲了一段说，我最近盖了一个房子哦，然后那个房子光使用执照申请下来搞了1年多，就我房子盖很快一下。光使用执照搞了1年多，我觉得很不合理，好不好？那而且那个使用执照下来之前，跟我说，许先生，你必须要在你的那个基地上种3棵树啊。当然我知道为什么要种3棵树，那是建筑技术规则第17章，绿建筑基地面积超过300平方公尺要绿化。OK， 我知道，好不好？那我只是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种3棵树，我只要凸显说这个法规好无聊哦。老大我那座山整座山都是树你硬要我种3棵树要干嘛？我是说这个法规好无聊，然后哇，好多人开始批评我这个他说法规要种3棵树，刁民就种3棵刚发芽的小树苗。这应该是长官吧，好不好？刁民应该是武侠那个古装剧里面会讲的话，刁民，我是刁民 ，OK。那另外一个，他说，种3棵树，你就去田尾买了3棵树，是树啊，老兄，不是树苗。被草淹没表示树太小，这样的敷衍态度不太好吧？老兄，我买的3棵树都跟我一样高一棵叫做落羽松一棵叫小叶懒人另外一棵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反正那3棵树我亲自种下去的 ，OK， 种了2个月，草长得比人还高我很想问你，你知不知道草长多快？你知不知道草长多快？你自己有没有去除过草？再来批评这件事情好不好？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像抓到一个东西就要把它弄死那种感觉。我种3棵树你也可以弄，你真的是无聊透顶了，无聊神功第9重，无聊透顶了。OK， 还有这位迷因猫同学我觉得你实在太厉害了他把我的每一段都标上时间，每一段都帮我怎么样？每一段都攻击我，你这样怎么不懂什么消防技什么东西不懂，有什么费用叭，我等一下贴上来给各位看好不好？迷猫先生而且我发现好几位那个上来批评我的人都喜欢这样身为一个做了30年的建筑师或者是身为一个做了10年的建筑师，身为一个在学校教书的建筑师，那好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有没有？武侠小说里面那个一出场一定要先表明身份，我是太极张三丰，我是少林罗时丰，就那种感觉莫名其妙。你给我表明你那个多厉害是要干嘛 ？OK， 我也表明一下好不好？我是做了30年的老屁股做了30年的室内设计师的老屁股现在都在教书。我在大学教了20年的书 ，OK， 可以吗？没有必要去表现自己多厉害吧？我们就事论事那我当然很佩服真的你写这么多，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真的应该来读一下博士这个博士论文绝对会过的文献回顾的非常非常的精准。那你最后跟我说你可以提供上课的时候给学生当错误的示范教材然后我本身除了从业28年的开业建筑师以外，我也是高雄某建筑系的兼任讲师，好厉害，赞！不过我必须提醒你我也在大学教书那我看一下你那个大学，我跟你讲大学教书是这样子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在睡觉另外一半在打电动大概只有2个学生在看着你
哦，其中一个是班代，班代要等着你下课要收电脑，哦，所以如果你要批评我的话，再录一个影片，哦，直接标我，直接喷我，好不好？欢迎欢迎，哦，既然你那么厉害，好不好？你的论述那么精准 ，OK。那我里面当然我不能说我里面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啦，好不好？有时候是为了戏剧效果，我可能就会稍微夸大一点，可是大部分都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室内装修，大部分都是建筑师在办的这件事情，我是跟我的学弟问过的。我的学弟是我建筑研究所的学弟，他在台中都发局做了7年的承办啊，现在没有在那边了啊。我确实去跟他求证过，现在台中市办室内装修的人是谁？他跟我说，大部分都是建筑师。OK， 我没有乱讲，好不好？我说大部分，不是说全部。当然有室内设计自己去送的吗？或许有，好不好 ？OK。好吧，那我们今天刚刚前面是发牢骚哈，我们今天要正式进入，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再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室内装修管理办法》，里面有几个建筑师，有几个建筑师们。那我们先讲一下法的位阶哈，法的位阶第一个叫宪法然后第二个叫法律。OK， 那法律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嘛，法律是谁定的？立法院嘛，对不对？立法院在那边打架啦，那个就是他们就在定法律。OK， 蓝绿恶斗啊，因为哪一个法对他们有利啊，然后他们就会去弄啊，在那边打架，立法院。OK， 那法律的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办法、规则、条例，巴拉巴拉很多东西。那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就是立法院打架，我打得很累了，我累了，剩下有一些东西你们自己去定好不好？比如说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啊，对不起，我又被纠正了，我等一下会被纠正。来，全名叫建筑物室内装修管理办法。我建筑物没有讲，等一下又有人纠正我了，说我不懂法律来，所以办法的位阶在法律下面。那为什么？室内设计师长久以来，他的地位都在建筑师下面。很简单，就是这样。因为建筑法叫法律，建筑师法叫法律，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叫办法，不是立法院定的。办法怎么来的？就是立法委员说，我很累了，那怎么办呢？来，剩下的东西你们专家学者自己去定一个办法出来，然后再去执行。OK， 所以我们的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就是这样定出来的。那你觉得专家学者是谁呢？各位可以猜一下专家学者是谁呢？好不好？因为我当年我只是一个，这个是86年定出来的，86年定出来的。我是84年进到室内设计业的。所以86年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所以我不知道86年这些专家学者到底是谁，所以我不敢讲说我知道谁在里面。不过我们看一下法律里面讲什么，好不好？所以室内装修管理办法不是立法委员定的，它是根据建筑法77之2条第4项，77之2条第4项那建筑法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反正77之2条第4项，他说的就是前3项室内装修审查许可程序、室内装修从业者资格、申请登记许可程序、业务范围及责任由内政部定之。那内政部就召集了一些专家学者，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就搞出了一个叫《建筑物室内装修管理办法》。那建筑物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基本上我觉得母体应该是室内设计师。对不对？因为它是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嘛，管理我们室内装修的主体应该是室内设计师。可是很抱歉，主体是建筑师主体是建筑师。为什么？我们来算一下室内装修管理办法里面有几个建筑师3个字，好不好？来，第4条第4条，本办法所称的室内装修从业者，指开业建筑师、营造业及室内装修业。第一个，第二个，在第5条，
室内装修从业者业务范围如下：依法登记开业的建筑师得从事室内装修设计的业务。OK， 第二个，依法登记开业的营造业得从事室内装修施工的业务。所以营造业可以从事施工。OK， 室内装修业得从事室内装修设计或施工的业务。哇，好利嘎仔，这里说的那建筑师就不能从事施工嘛？幸好，这样还有点道理，好不好 ？OK。再来第6条有2个建筑师第6条有2个建筑师一个是直辖市建筑师公会，一个是县市建筑师公会办事处，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做审查。OK， 我觉得建筑师法在我们之上，然后他拿到审查权无可厚非，好不好？现在有些人在讨论说，室内设计师要去拿审查权，我觉得可能性不高啦。至少应该在我这辈子应该看不到。为什么？很简单啊，他们就觉得在我们之上啊，对不对？好不好？那个，我可以再录一个影片来讲这件事情啊。再来第8条，一样有2个建筑师第8条在讲审查人员指派所属具建筑师资格的人员，好不好 ？OK。这个我直接贴上去，我不念了这个东西太长了。反正第8条就在讲审查人员，有2次建筑师出现。好，再来第16条，专业设计技术人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领有建筑师证书者，再来领有建筑物室内设计以及以上技术师证。OK， 来，所以又出现一次了再来第17条专业施工技术人员应有下列资格之一领有建筑师、土木结构工程技，怪怪的。刚前面不是说建筑师不能施工吗？第17条怎么建筑师可以施工了？有没有？我们前面我们翻回来前面看一下第5条第5条，建筑师不能施工啊。那为什么到这里建筑师可以施工？差在哪里？开业2个字啊。建筑师有开业不能施工，建筑师没有开业可以施工。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荒谬好不好 ？OK 所以建筑师如果没有开业那你就可以去或许是别人的公司，或者是别人的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营造业，或者是室内设计公司，当一个没有开业的建筑师，所以你可以做设计，也可以做施工，大概是这个意思。OK， 好，再来第25条这一条我必须讲一下他说，室内装修图说应由开业建筑师或专业设计人员署名负责。这里有2个建筑师但建筑物的分间墙位置变更、增加或减少，经审查机构认定涉及公共安全时，应经开业建筑师签证负责。这里有2个。好，所以这个我在好几年前我那时候去听一个台中市的长官然后就办了一个讲习那个讲习就是说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在台中市然后可能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好最后 Q&A 嘛，那 Q&A 的时候我就问这个，我是说长官，请问第25条建筑物分间墙位置变更、增加或减少，经审查机构认定涉及公共安全时，我先讲一下审查机构是谁？建筑师公会应经开业建筑师签证负责。那我的问题是这样，我那时候问长官说，长官，请问你说的涉及公共安全，你有没有实际的案例？你说的公共安全是现在有没有说，因为它涉及公共安全，所以我们的那个专业设计技术人员不能署名，一定要由建筑师署名。这个时候那个长官还没回答突然从我左斜后方发出一个声音又亮出他的名号，他说他是某某建筑师公会的学术主委从事建筑设计12年。
然后呢，他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超厉害的。他说本席主张，我说本席是什么东西？是蛇吗？本席哦，他说本席主张，本席这个大概只会在以前的那个国民大会里面哦，里面那个万年国大的时候才会讲到这种名词啊，本席耶。哦，我一看，靠，你才30几岁了，怎么讲本席嘞？哦，好了，他就说本席主张，室内装修图说，只要动到分间墙，都应该由开业建筑师签证负责。本席主张啊，那个长官就愣了一下子，他就跟他说：“建筑师，不好意思，我们的法规规定是专业设计技术人员跟开业建筑师都可以去签分间墙的变更，除非它涉及公共安全。那我们不能随便改法规。”我那时候没有讲话啦，我就小朋友而已，我没有讲话。可是我觉得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审查机构不是建筑师公会吗？你还在本席个屁呀！不好意思，我今天讲话比较粗一点哦。这个我已经忍蛮久了。OK， 好来，第十二个，我如果算错的话，纠正我没关系哦。我算出来是12个啦，12个建筑师。第12个是33条33条叫简易试装这个简易试装我改天有机会我再录一个影片跟各位谈简易试装那时候我有去当那个就简易试装的台中市简易试装的那个推动小组我是法规主委 OK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认为室内设计师不懂法规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其实我蛮懂刑法的。我也蛮懂民法的，好不好？或许我不懂建筑法，或许我不懂都市计划法，好不好 ？OK， 那所以不要随便指责人家不懂法规啦。真的读书人没什么了不起啊，读书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也是读书人啊。我等一下亮一下我的名号了，好不好 ？OK， 好，所以今天讲的就是在室内装修建筑物室内装修管理办法里面一共有12个建筑师，建筑物室内装修管理办法一共有42个条文，里面有12个建筑师，表示怎样？我计算一下，不好意思，我算数不太好书没有念得很多，12除以42。0.28， 也就是说大概接近1/3是建筑师3个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不合理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不合理？这个叫室内装修管理办法，照理说应该主体是室内设计师、室内装修业，可是里面好多建筑师，审查的也是建筑师，承办的也是建筑师，那不就裁判兼打球吗？这样是对的吗？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单位在管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监察院下来管一下啊？那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的专家学者到底是谁？我应该不用再讲了吧？专家学者是谁 ？OK， 好啦，讲完了。好了，最后再讲一个故事除了本席以外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我曾经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在设计工会了啦，就是都在教书我今天敢这样讲话，因为我其实已经没有在做室内设计了。我如果还在做室内设计的话，投鼠忌器，我不敢这样讲话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影片呢有一位就是跑照的业者，他在下面留了一些言跟我聊了一下大概过了5分钟，他赶快把他的留言删掉。他说：“老师，对不起，因为我还在这个江湖里面我很怕有人查我水表，所以我先把它删除了。OK， 你知道查水表这件事情多可怕吗？光这里有12个建筑师很可能会被查水表。OK， 那我现在是生意人对，里面有一个一直指责我是生意人那个。”一直指责我是生意人，你这个生意人，你这个怎么样只会赚钱的，怎样？我想说，你不是生意人吗？
你难道去接一个案子的时候，你是不用设计费的吗？哦，你是和平使者是吗？哦啊，各位如果以后碰到这个建筑师的话，不要给他设计费，好不好？哦，因为他不是生意人，哦，而且他歧视生意人，他的口气就是歧视生意人。你这个生意人，那你不是生意人吗 ？OK， 好了，那你要骂继续骂没关系哦，我不反对哦，我可以活到现在就是一句话哈、哦，我可以活到现在就是3个字啊，不要脸。OK 哦，我不怕，真的我不怕哦。最后讲一个故事哈、哦，而且这个故事关于在一个名校当建筑设计的老师的故事。好，我那时候在设计工会当学术主委，那学术主委就是办演讲嘛，对不对？哦，然后我要请一些知名的人士哦，像我那时候请过那个做木构造的那个洪老师啊，哦，然后请过那个安藤忠雄在台湾的那个日籍技师啊，当然那次被骂得很惨啊，哦，那没办法，那个日籍技师我讲公美啊，哦，中村先生啊。叫他讲，他说什么都是秘密。好了，反正就是后来就我们学会，我们工会里面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建筑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小贺，我们老师很厉害，我们请他来演讲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当然欢迎啊。”哦，然后他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哦，晚上大概7点，哦，然后他说他跟他们老师约好了，然后那我们2个就准时哈，在6点50分的时候到达老师家的门口，按了电铃，哦，进去，然后师母出来接待我们，哦，老师的太太出来接待我们，啊，我跟老师约好了，师母跟我们说老师去上课了，我想奇怪，我也是老师啊，学生如果要来的话，跟我约好时间，照理我会在这边等他，如果我不行的话，我会先跟他讲，不好意思，我今天刚好临时有事，你改天再过来。那老师完全没有跟他通知哦，没有跟他通知，好吧，那师母就坐下来，然后倒了2杯白开水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跟师母聊天哦，然后师母就说啊，建筑做建筑真的很辛苦啦怎样一大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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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要搭话嘛，对不对？我身为一个晚辈，我搭个话嘛。对啊，我们其实都很辛苦啊，我们做室内设计也是很辛苦啊。你知道这个时候师母勃然大怒，他把桌子一拍。你们辛苦什么？建筑设计跟你们能比吗？你们室内设计辛苦什么？我说，我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哪里惹了他吗？这个时候，因为我也不方便翻脸嘛，对不对啊？毕竟是长辈，而且我的朋友在旁边那个又是他的师母，又是他的老师，那我就。连水也不敢喝，我就一鞠躬，师母不好意思，那老师不在，我们改天再来拜访啊，我就赶快退出来了。退出来以后，我就跟我的那个朋友说，不好意思，你们这位老师我真的不敢请他来演讲。他说不会啦，师母是这样子，老师不是这样子，真的吗？我不太相信，好不好？好啦，今天的东西都讲完了。其实今天讲的有点火爆那可是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情。那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我的价值观又不对，又带风向，又蹭流量，没关系，欢迎来喷我我不怕，好不好？对了，刚刚忘了讲一件事情那个针对那个迷因猫对我的批评说我是怎么样一大堆。其实我必须跟你讲我在求学的时候当你还在妈妈十块的时候我已经在平等街的小巷子里面为了生活拼搏我那时候当的是皮条客 ，OK 所以念书念得高真的不是太值得骄傲的事情念书念得高表示你有一个很好的爸妈帮你挡住了所有的风雨，好不好 ？OK 那我给他回应，我等一下贴在下面。
好不好？哦，就事论事。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观点不对，欢迎提出来。OK， 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在下面帮我订阅、留言、分享。哦，如果不喜欢的话，慢走不送，拜拜。